我們在上一支影片裡面透過 From Template 外掛來建立新的模板，再透過這個模板呢來建立我們需要的筆記，但是似乎有網友沒有辦法很正常的來產生它，因此我們這支影片就一步一步的透過 From Template 來先建立模板，再透過模板來建立新的筆記。在這一次的示範裡面呢，會建立2個模板，同時會產生2個新的筆記。這次的示範，我們使用上一次建立的豆瓣書籍卡片的這一個儲存庫呢，繼續來做介紹。因為這個儲存庫呢，它裡面安裝的外掛還有它的筆記的數量呢是比較少的哈。那首先我們就選擇了這一個新的儲存庫。那這個儲存庫呢，我們可以先來看一下它目前安裝的外掛目前只有這5種外掛有 Data View、Minimal Theme Settings、Quick Add、Share Commands 跟 Style Settings， 只有这5種外掛。那我們因為是要做 From Template 的模板因此我們在我們的檔案瀏覽器裡面呢，先建立From Template 的存放的樣板的資料夾，我們先點擊這個新建資料夾，然後在這個資料夾呢，我們的名稱把它叫做 From-Templates。那這個就是我們的模板要存放的資料夾。接着呢，我們產生的新的筆記呢，是要放在 Books 這個資料夾裡面，因此我們再另外再建第2個資料夾。那這個資料夾呢，叫做 Books。那我們就建立好了這一個資料夾了。那首先接着我們要做的下一個動作呢，就是來安裝 From Template 這一個第三方外掛。進入第三方外掛以後呢，點擊瀏覽，在瀏覽裡面呢，我們來搜尋 From Template， 所以我們就輸入 From Template。然後我們就可以找到 From Template 的這個項目然後點擊它以後，再點擊安裝。好，安裝完成以後呢，我們繼續點擊啟用。啟用完成以後呢，就會出現這個選項，我們再繼續點擊選項。那在選項的第一個選項裡面這個 Template Directory 這邊呢，我們把它選成我們剛剛新建立好的 From Templates 因為我們的 From Template 它的模板檔案呢都要放在 From Templates 這個資料夾裡面。然後我們就這樣子就設定完畢了。設定好以後呢，我們接着呢就點擊檔案瀏覽器 From Templates 這一個項目，然後在這邊按右鍵選擇新增筆記，來新增我們的模板的筆記。那我們的模板的名稱呢，把它叫做 From-Template-Book， 這個就是我們模板的檔名。那我們在這邊因為我們要這個模板呢是要建立書籍那所以我們第一個就是我們一般會放進 From Template 的一個欄位叫做 Title， 那它就會是檔名，也就是在每一篇筆記它的檔名。那我們呢給它用標題1，然後接着標題2我們是要輸入書籍的基本資訊，那這是我們第一個標題。然後第2個呢，我們是要寫它的簡介。然後第3個呢，我們是要寫它的心得。那在這個筆記裡面呢，我們插入要使用的欄位叫做 Overview。欄位的名稱當然是隨便你定啦。那心得的部分呢，因為就是實際上我們的內容所以我們就寫上 Body。那這個 Overview如果你是有多行的話你可以把它變成是 Area那這樣子它就会变成是多列的。那我们也可以第3個欄位呢，就是一個輸入的說明請輸入書籍的簡介。那這個就是欄位的說明。那這個 body 它本身如果你的欄位名稱就叫 body 的話，那它預設就是 area 這個形式所以就是多列式的。接着我們來製作書籍的基本資訊。那我們就從豆瓣網裡面把需要的欄位給複製過來。假設這一些就是我們書籍欄位的基本資訊的話，那我們就整個把它貼進來，然後接着我們再來把後面的這些實際的資料給刪除掉。我們先進入多重游標的模式也就是按下 Alt 鍵，然後在冒號的后面呢 click 一下。這些所有的欄位我们已经加了多重游標的定位點以後，再按下 Shift End， 把所有的欄位都給選取起來，然後再輸入2個大括號。我們先把它刪除掉然後輸入2個大括號，讓它變成是全部就只剩下大括號，然後再按一下 Escape 鍵，脫離多重游標的模式。再來做一下整理，想要把這個欄位也同時把它改造成是 Data View 認識的欄位因此這個冒號我們要改成2個冒號。那這個第2個冒號的後面記得有一個空白所以你這邊要補一個空白給它。
接着我們就把這個中文當作實際上我們要輸入的欄位的名稱因此我們就把這個左邊的欄這個中文複製到兩個大括號的裡面。然後因為 from template 現在這個外掛有一個小 bug 就是我們的筆記的檔名沒有辦法輸入中文，你輸入中文的話中文會被它給整個刪除掉。因此我們這個基本資訊我們就自己再另外多一個欄位就叫做書名。然後我們也需要圖片因此我們自己加一個圖片的欄位，然後它的欄名也是叫做圖片。那因為我們除了有欄位以外呢，我們希望我們的筆記呢也把這個圖片給顯示出來，因此我们這邊就插入一個圖片的 Markdown 的語法。那這個到時候呢就會產生出圖片的這個外觀出來。好，那假如說我們這邊就已經輸入完畢以後，接着來指定新增筆記預設的存放的資料夾因為我們預設是要把它存放到 Books。那我們怎麼做呢？我們只要到我們的 YAML 區因此我們這個模板的最上面加上 YAML 區3個減號，然後輸入 template dash output， 然後一個冒號再空一格，我們要放到 Books 這個資料夾裡面，我們儲存起來。那這個就是我們剛剛建立好的書籍的模板那我們來測試一下這個模板可不可以正常的來建立新的筆記。使用 from template 的模板呢，就是一樣從命令面板裡面來執行。因此我們按下 Ctrl P， 再輸入 from。如果你在這個 from 的清單裡面找不到你剛剛建立的這一模板的話那記得一定要先做一次 reindex。也就是說，新增了 from template 的模板以後，都必須先執行過 reindex， 或者是重新啟動 Obsidian， 它才有辦法更新這個索引，找到你新增的模板檔。我們就直接執行 reindex。那執行完以後呢，再按一次 Ctrl P， 再輸入 from， 就能夠找到這個 template book 這一個新的模板，直接點擊它。它就會根據我們剛剛輸入的這個欄位呢，把我們的資料就全部都顯示出來。那在這邊呢，假設我們這個叫做 book 1。那這樣子我們這個書籍就已經輸入完畢了就直接點擊這個 add， 然後接着我們到 books 這個資料夾裡面看，它已經產生出了 book 1我們 Ctrl 按着再按 click。好，你可以看到我們這個書籍就已經這個書籍的筆記呢就已經產生完成了那我們如果進入預覽模式的話，它的預覽模式呢就是這個樣子上面是 metadata， 然後下面就是我們剛剛的所有的這幾個欄位。那這樣子就是我們透過我們剛剛這一個模板呢產生出我們新的筆記了那因此你有第二個書籍要輸入的話呢，就按下 Ctrl P， 再選擇 from， 再選擇這個 book。那如果經常要使用它的話你可以設置一個快捷鍵給它因此我們進入設定，快捷鍵，然後輸入 from， 找到這一個 from template book 這一個然後點擊新增快捷鍵最後我們再把這一個模板呢增加下拉選單的欄位。那我直接把下拉選單的欄位的內容給貼進來。那我們再來解釋一下這個是什麼意思第一個，我們設定了一個種類的一個選單，所以我們一樣用大括號把這個變數給括起來，然後呢它的欄名叫做種類，然後冒號後面呢是放它的格式是 choice， 也就是單選。然後接着後面的每一個冒號呢就是它的一個選項有文學、流行、文化、生活等等等。那這是第一個種類的下拉選單。第二個標籤text， 就是因為我們不曉得你的種類會是選哪一個，是選文學或是流行，因此我們把每一個分類呢通通又做了一個欄位第一個是文學的分類，那它一樣是用 choice 的格式，然後有小說、隨筆等等等。然後後面呢是流行的分類，然後接着你後面應該可以再補上文化、生活、經管、科技的選單。那有了這個選單以後呢，到時候在產生新的筆記的時候呢，就可以透過這個下拉選單來做選擇。我們看一下我們按下 Ctrl P from， 然後選擇這個 dash book。那你可以看到這邊就有一個種類的這個欄位了
那假設我選擇流行，然後再接着呢，我們再去選擇流行的分類，因為它這個文學的分類，我們就不需要去選它，它就會變成是空的。那我們只要選擇流行這個分類，比如說我是青春，那到時候產生出來的呢，上面的這個欄位呢就會是青春。那這個呢就是使用下拉選單的一個寫法。那如果說你希望要有多選的話，文學分類是要用多選，你就把這個 choice 改成 multi。假設我們這一個流行也是 multi 多選，複選的下拉選單，再按 Ctrl P 選擇 From 選到 Dashbook， 然後你就可以看到我的文學分類呢，它就會变成是用勾選的方法，那它就是多選的形式。因此我們這個冒號呢，就是可以用冒號 choice 或是冒號 multi 來選擇它是單選還是複選。那這個就是欄位下拉選單的一個做法。第二個我們要展示的是一個表格的模板。我們先到 From Templates 這裡呢，按下右鍵，再選擇新增筆記，然後呢再輸入第二個模板，假設叫做 From Template Dash Table， 然後它的內容呢我已經複製到我的系統剪貼簿裡面了，我就不一個一個打，我直接把它貼進來，然後我們再來做講解。這一個呢就是我要產生到新的筆記裡面的一個內容，它就是會有個開始的時間、結束的時間，然後呢專案的一個名字，再要執行的任務，我們有這4個欄位要輸入，然後会有2列的資料，分別是開始日期1、結束日期1、專案1跟任務1，還有第2個相同的內容。那到時候我們又輸入了2筆資料以後呢，它會產生出一個表格出來。我們先來執行一下它執行的狀況，假設我們就直接拿這個 Book One 來做示範好了。我在這個最後面我們在這邊寫下。那這個因為我們這個 template 呢剛剛建立好，記得 Ctrl P 輸入 From， 記得要先做這個 reindex， 執行過 reindex 以後，再按第2次的 Ctrl P 再輸入 From， 才可以找得到剛剛新增的這一個 Dash Table 這一個模板。點擊以後它就會出現類似這個樣子。好，那我們在這邊呢，假設我輸入 Text One， 那這個是我們的筆記的檔名，然後開始日期呢，那你可以注意因為我們在我們的 YAML 區裡面有指定这個 Create and Open Note， 這邊呢我們是把它設定成 Don't Create， 因此它這一邊出現的是 Don't Create， 意思是說我們這一個輸入格式輸入完，點擊這個 Add 以後呢，它不會產生新的筆記，而是直接把我們這個筆記的內容它會把我們輸入的內容填到這個表格，那表格的整個內容呢寫到剛剛的筆記裡面來，也就是我們這個 Book One 的這個剛剛游標的位置。那在這邊你可以看它這個所謂的 replacements 呢，我們這邊就是設定成是大括號，然後裡面是使用它預設的變數叫做 template result， 它意思就是我們輸入的資料填入我的模板以後所形成的完整的內容呢，全部會取出來，然後會放到我們目前游標停留的位置。那我們輸入完了以後，我們直接點擊 Add， 輸入錯地方了，它結果跑到我們的 template 來了，我們剛剛游標跑過來了，我把它刪掉。我們再輸入一遍，Ctrl P， 然後輸入 From， 選擇 Table， 好，點擊 Add， 好，我們的資料就產生出來了。那我們可以進入預覽模式看一下，它就是一個表格的格式了。那透過這樣的方法，我們可以把需要做這種動態插入的內容呢，就寫成一個模板來，就可以直接來做運作了。那這個就是我們今天介紹給大家的一步一步用 From Template 來建立筆記的一個操作的實例。那希望上一次的影片覺得有一些疑問的朋友，透過這一次的實作，能夠很清楚的了解要怎麼來操作這個 From Template。今天就介紹到這邊，謝謝各位。